嗨，看得见吗？因为我掐指一算，这后面的几天，3月底之前真的时间有点赶的，所以我感觉可能没有时间播2场。我今天先跟大家反正因为刚刚我们是团体直播嘛，团体直播一直在顾着就是走流程的游戏啊什么的，就直播间的大家就晾着没怎么说话，所以要不今天记得我说再播一会儿吧，正好把 KPI 刷掉，跟大家聊聊天。我上一次在机场直播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好像是几年，18、17，对，就挺久的。19吗？我忘了。以前是后期无聊的时候会开直播，刚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感觉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以前。待会儿快登机的时候我就下播了，应该还有半小时，差不多。我我今天吃过晚饭。How you feel about concert in Thailand? So exciting, and we prepare something new for the Thailand fans. So we hope see you soon, and 广通知国航 CA we hope see you in the future. 国航 CA 1821次航班飞往福州，这个直播您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有 fitting 惊喜惊喜。C12号登机口登记，感谢您合作。对的，我后来我又去确认一下，我们的强哥好像不去微博之夜，当然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追星大失败呀。今天你生日，我今天发微博了呀，你去微博不就有生日快乐了吗？微博之夜表演什么？这是别人微博之夜的活动呀，人家节目单公布了你就知道了。哎，但你们不要告诉周柯宇说那个强哥不去微博之夜，我想看看他那天是不是会整个人非常的 exciting， 但估计肯定那个工作人员姐姐跟他说了，因为这是带他的姐姐跟我说张老师好像不去微博之夜，我说哦，我回了一个打脸的表情，肯定他也知道。日本场有特别准备什么吗？你猜？我只说官方媒体已经公布的事情，你们不要问没有公布的任何事情。说到了点子上，手机有电吗？我待会儿可能得买个充电宝。去日本会不会见到永祥弟弟？会的，
他跟我说他想带妈妈来，我说没问题，我说我帮你去联系 staff 留票，我会让他问问看，像袁不灵啊、嘟嘟啊，他们有没有时间过来，幽景他们，看他们有没有时间了。佐藤会来的，但因为在日本时间非常短，所以可能还是要以工作为主。什么叫欠我顿饭？不能这么说，只是说去了日本，他想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也好意心理，因为万一到时候真的时间紧啊，出不去啊，咱们能在工作场合碰面，其实就挺好的。而且之后有机会再去的时候，就等当旅游去的时候可以再去嘛。怎么我一直播这个周围灯全灭了？哎，好像又亮了。博彦老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你的 FC 直播。为什么你要开上学了吗？还是你的会员到期了？声控的，这个机场怎么会是声控的？你们在想什么？这2趟行程都够呛能出去逛，我想出去逛，我从来没去过泰国和日本，没想到第一次去泰国和日本就是商务活动，工作，因为签证是商务嘛，挺好的。第一次去的国家是因为工作，还蛮荣幸的。这次去熟悉一下那边的氛围，以后去嘛有个经验嘛，对吧？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光荣，就觉得能够代表，对吧？代表我们这边的团体到海外去开演唱会，除了只因突然自身以外，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也不能叫责任感，就是还是有点使命感在身上的，一定要表现好，一定要表现好。广播通知：深航 ZH9110次航班飞往深圳的旅客，林您的航班默现在开始登机。应该不知道强迫不去，你们也别跟他说，请前往别跟他说。C08号登机口登机，感谢您的合作。你们在关心我的发色，其实我染了一个棕色的头发，深棕。希望就是做像这样比较顺的头发的时候呢，它会看起来有一点线条。因为我自然的发色其实是比这个再黑一点，但是，也不是没有但是，就是黑一点。然后做顺毛的发型的时候，就容易看起来，黑乌泱泱的一块，对，所以就做一个，染一个浅一点的，不是，染一个没那么显眼的棕色，这样做顺毛的时候，其实还是能看到一些线条嘛。宝宝，我给你翻个跟头。刚刚在直播间里有人跳街舞，对比你的翻跟头，那是弱爆了。不对，你对比他来说弱爆了。开玩笑的啊。学几句泰语，压力好大呀。对啊，出去开演唱会，一定要想想。我去拜访一下他俩，不是，我去请教一下他俩，讲错了。
我身体好吗？我身体很好呀。今天你们看我在直播间笑成那样了都。怎么都在直播间争相表演才艺啊？谢谢你们。半只猪贵吧？还行。最喜欢哪道杭帮菜啊？那个黄鱼年糕。其实这道菜，要做好吃，一个是黄鱼，它就是那个酱嘛，还有年糕本身要接近糍粑，但是又不到糍粑这么软，要有点年糕的感觉的那种年糕是最好吃的。还有那个，其实我吃杭帮菜，我有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做菜，因为我可能做的就是重油的，或者是说炒菜，因为不是浓油赤酱系的菜，我做的比较多，这么说，所以我吃杭帮菜和江浙沪的菜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陌生感，因为我没有尝试去做过，可能做了会好很多，但是去把握这个酱油重和轻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感觉很陌生。其实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杭帮菜，做给我爸妈尝一尝，因为他们其实我们虽然家是贵州人啊，但是我家吃菜其实不是特别辣，说实话，除了可能有固定的辣椒酱啊、鸡辣椒什么这样的就是佐料，但是其实平时吃的菜还蛮清淡的。我觉得杭帮菜啊，或者是本帮菜啊，江浙沪的这些菜系，除了衢州菜以外，可能都可以去学一学。觉得重油的我以前喜欢，所以做的多，但现在饮食习惯其实有蛮大的变化了。现在不太喜欢了，说实话，不是不喜欢，是胃不喜欢。我不知道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即使我想吃，但吃下去2口我就知道我后悔，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胃不喜欢，我脑子喜欢，现在是这样一个感受。咕老肉好吃，咕老肉还可以。快，现在教我一道菜。炸土豆，这是最典型的云南和贵州的街边小吃，就是把油烧开，菜油也可以，土豆切块切条往下一炸，捞起来，不用炸至金黄，你只要看到中间它白色的土豆芯儿，不透明的看不到那个白色土豆芯儿以后，捞起来，然后蘸那个辣椒面就很好吃。糯米饭可以。辣椒面有推荐吗？这个其实，包装的我不可能一包买来试，我一般会去菜场里面，因为在菜市场卖辣椒面，它是一个玻璃罐一个玻璃罐的，我会用手指头去点尝一下，这个指头再点尝一下，尝一下哪个好吃。不会啊，不会炸不熟。今天跑800米体测了，好累，看到你就一点都不累。那你下次跑1000米。开玩笑。广东菜超好吃。说到这里，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上海吃饭了。然后其实我这段时间回上海的时候，会经常有需要在外面吃饭的场合，是我去联系之后可能要合作的老师们或者是制作人们，然后呢，我就会请他们吃饭聊我的想法什么的。我到的不管是徐汇区还是那个普陀区，我打开我附近的餐厅，
哎，我说怎么这个最近上海粤菜比例这么高？我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上海的小伙伴啊，就会觉得粤菜的比例好高啊，就是很多很多各种，而且就是因为你知道17、18年的时候，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在上海是湘菜横行，然后现在变成了粤菜横行，就各种港式大排档啊，或者顺德菜啊，还有花椒鸡煲，是那个花椒，就是很滋补的那种。现在云南菜很多，好像是的，好像是的。T2机场上多了一个云南菜的这个小餐厅。来广东吧，求求了，你可以期待一下。嗯，其实我到了泰国和日本，因为其实没去过嘛，没去过，其实很期待，就是说到了以后品尝一下本地的好吃的，对吧？旅游嘛，想跟那种心态，但其实是去工作嘛，对吧？然后，但是我会意识到我因为我们有演出，而且是比较就是怎么说排的比较满的行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就是要管住嘴，就是不能什么都往嘴里塞，因为怕影响到工作，还是要谨慎的。嗯。祝你今年找到好工作。祝你今年找到好工作。广告通知陶新清旅客，请您听到广告后立即前往登机口登机，您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谢谢。远哥老师因为一些小事情很焦虑，能不能给我几句鼓励？你因为一些小事情很焦虑，那就想一些大事情，或者是出去室外透透气，去视野很广阔的地方。我上次去看卓源他们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说，其实，在你们这里，我有个很大的感受，这边就是视线上看到的地方就非常的广，就是怎么说一望无，虽然也不到一望无际嘛，但是因为是田野嘛，就视线很大，视野很大，然后整个人在那个里面，再加上每天是忙碌充实的状态，作息也很规律，所以他们10个人给我的状态，即使我知道他们很累，但是状态很好。然后我在那待了一天，我也会觉得我整个人非常开心。我骑着3蹦子在路上时觉得非常的舒服惬意，因为视线看得很远，空气也好，所以如果有什么烦心事的话，可以去乡野田间，或者是说视线比较开阔的地方透透气，挺好的。对，很羡慕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进行这多少个月，半年以上吧，起码的这样的生活很难得。种地类部，其实种地，现在都比以前发达多了呀，就是农业也在进步，他们都会有一些就是务农工具还是比较先进的。当然就是以前嘛，就是就是大家传统刻板印象中的锄头啊、簸箕啊，就是铲土的，还有那个化肥池里的大勺子，这些就是那种是比较传统的。我家以前小时候就是那种，但是现在就是去了新农村，就是感觉时代在进步，务农也在进步。
我会站在蹦迪区，希望宝贝到时候能看到我。可是你在我的这个视线里面只有东映动画4个字，我哪知道你是谁？倩姐的刀卓源还了吗？哦，陆卓说他会记得还。最近在听什么歌？赵雷老师的《我记得》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去看词去了，然后他这个词写的非常的像真的，这种我的直觉。后来在听的时候，那个旋律一起，就有一种很想哭的冲动，然后后面没事就会把这首歌翻出来听。哟，怎么一回来这个颜色就变了一下？好了，朋友们，我再播10分钟我就要下播了。What's your favorite Thai food？ 冬阴功，还有 Yam seafood。想吃这2样。可以穿简单一点的裤子。我的裤子很复杂吗？来日本想吃什么？我会去问问他们仨。米卡跟我说，如果我们住的附近餐厅比较集中的话，应该会有好吃的，就是比较城中心的话，因为我们目前不知道住哪。然后到了看了，想吃拉面。祝你考研成功。希望你能这位另外一位同学，希望你能顺利通过试用期，棒棒的，一定要有耐心。祝你考公成功。重启人生，我有看第1集，我还蛮喜欢这种，有点像，就它的碎片感很重，但是每一个细节又是很有距离感的，不做作的描述了好朋友之间的那种瞬间的剧本。这种电视剧我觉得编剧的很厉害，观察生活，细致入微，会让人很带入，不会让人觉得一下子情绪有多么波动。看这个电视剧，但是你不会关掉它，你会顺着它的节奏一直往下看，这个还挺厉害的。是大象在叫吗？
不是，是大凳子。怎么还有离职快乐的？你是被开了还是请辞的呢？真的，大象又叫。直播间还有中考的朋友嘞，中考顺利，中考顺利。离婚快乐，怎么了呢？我这个直播间大家的生活经历还挺丰富的，没关系没关系，每一个结束都是新的开始。对，祝你换一个心情，开启新的人生。是是。阿木送的和牛吃了呀，还剩一块。不是成功。祝你小升初快乐。小升初，现在是晚上8:44，明天星期一，你是不是应该准备洗洗睡了？啊，偏稳的。还有幼儿园毕业的。不是累，是那个，因为我这个是在一个休息的空间嘛，其实前后还是有别的人在的，我不能太大声。还有5分钟。最近喜欢吃什么？我最近喜欢吃什么？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喜欢。哦，我最近对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什么哈，就是对它有了新的味觉上的认识，就是白粥配腐乳，就是一小点腐乳，喝一口粥，再叼一小点腐乳，再喝一口粥，我觉得好香啊。就是最近可能相对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榨菜。榨菜我目前还没有 get 到它配白粥，但是我觉得白粥配腐乳是我最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这个搭配从小就有，但是现在就最近这段时间觉得好好吃。有一次我在点外卖，我点了一个粥店，但是不是粥店，是那个粤菜店，它有明火白粥，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明火白粥，然后它没有腐乳，其实我还点了一个什么菜心我忘了，一个粥一个菜心，我就给他备注我说我加2个那个餐具的钱，你帮我给我一块腐乳，因为你这个里面没有，备注了这个，然后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那个外卖店家特别可爱，他手写的说：“客人你好，不好意思，店里面售卖的腐乳没有，这个是我平常自己在吃的，可能有点辣，如果你习惯不介意的话，就尝一尝。”他说他是自己家做的那种，你知道吗？他就给了我一块，让我吃一下，哇，好香啊！就是有那种那个霉的那种，就是有一点带发霉的那种类型的那种腐乳，很香的，你知道吗？我说，哎，意外之喜，那个配白粥也很香的。还有2分钟。对，那个腐乳是带一点辣的，然后上面就是有一点点毛毛的那种，挺好吃。
咱们幽灵游戏完结的时间，居然正好是在这个毕业季，就感觉有一点点伤感了出来。还有1分钟，8:50我准时下播了。可以比个心吗？你看我的刘海像不像个心？好，朋友们，8:50了，我要下播了，然后我要起飞了。然后咱们就是说过几天，这个月还会播一次，我到时候提前在 V Echo 跟你们说好吗？好，那我就拜拜了，拜拜。